在这颗星球上，无数的文明更迭，人类的每个文明都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发展、提升和轮回，一次次的毁灭，一次次的重建。有的人迷失在物质世界，有些人选择探索真理。尽管真理难寻，修行的路充满陷阱与诱惑，让人失去方向。但有些灵性修炼与修行的精髓，如琥珀般被保留了下来。他们在这场大游戏中，在各个文明中，在各个朝代中，因着机缘而出现，也因着各种条件而消失，等待再次的出现。这些教导总是超出与突破当朝人们的制约以及既定的思想，故对于人们而言总是难以理解的神秘。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大家好，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我是阿吴。上一次的回家作业是，请大家去思考事物的中性和你赋予的各种思想情感及制约，对你的人生造成什么影响和意义？大家有好好的想一想吗？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不同层面的回答和讨论，并没有固定的答案。阿吴要来讲解关于此问题比较深层次和修行有关的回答了。看看你有没有想到其中几点呢？第一，首先你从未看过真实的世界。这里粗分为2层帷幕，阻隔了你与真实世界的连结。第一层是人类感官系统的局限，但这一层中你看到听到的事物还是中性的。第二层是你的思想去赋予你所看到听到事物的意义、情感和各种情节投射。由于这2层的限制与局限，你的世界其实被困在一个非常狭隘的回路中。尤其以第2层的帷幕对人们影响最大，也是你痛苦和轮回的主要原因。如果真实的世界是大海，那么人们就生活在小小的玻璃瓶中。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是渴望自由的，因为其实他们隐约知道生命不该如此狭隘。人们的本质是大海，如今却困在一滩死水中挣脱不开。所以阿吴才说，修行是每个人必定会走的一条路，不是你会不会修行，只是什么时候开始罢了。这是一个关于小水滴再度变回大海的精彩冒险故事，起航吧，向往自由的人们。第二，这代表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我们看到相同的红色，却产生出不同的想法与感觉。请你想象一下，生活上的任何人事物都是如此。人们看似彼此交流，看似生活在一起，但他们却是在不同的世界当中，在不同的维度中活着。每个人看到和感受的外表看似一样，却是在有如平行世界般生活。如果你仔细认真的想想，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情况。如果这世界缺少爱，其原因就是人们彼此分离。当你在思想的回路里越是狭隘，越是画地自限，越是不经意的就接受各种社会与文化的制约，并深深烙印与相信着，旋转的力道越是强劲，你就会越分离，越与外界隔阂。越隔阂，人们就越感受不到爱，但它也会创造出一个名为爱的想象。但这份爱却是充满着自我的投射、需要、条件与贪嗔痴，这并不是爱，小我怎会懂得爱呢？当我们透过正确的观念与方法开始修行，就会渐渐看清自己内心的把戏，并慢慢扩大了你的限制。当你的圈圈越来越大，并慢慢涵盖到许多人的圈圈后，你就会开始产生出真正的同理心，
产生共感、共鸣。那时候你才真正的知道什么是爱，而当你从小水滴回归大海后，你就会成为爱，你就是爱。所以，修行也是一个寻找爱并成为爱的旅程。这样听起来有没有挺浪漫的呢？第三，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世界负责，因为你眼前的世界是你赋予的，即使你现在还无法改变你所处的世界，但你必须先去勇敢承认这一点。这很难，人们总是会怪罪于外在事物，说这人生不是我可以决定的，说我就是衰，就是倒霉，就是命苦。没错，人生很多事件与安排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意识可以决定的，但却可能是你深层意识决定的。有人一生命运就是坎坷、多灾多难，但你可以赋予这个很倒霉的事件不同的意义。别忘了，是你赋予了你所接收到资讯的意义与情感，还有各种的投射。你其实有一些主动权，当你去承担。当你开始赋予倒霉的事物其他意时，当你真的开始那么做，而不再抱怨外在环境时，你的世界就慢慢在改变了，而你的世界别人从外在是看不到的。这是上述第二点所说过的，他人也许可以从外表看出你有些许不同，似乎也变得更幸运些，但他们却不知你已经是处在另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也是一花一世界的另一种解释。这不是那些心灵鸡汤和老掉牙的言论，虽然听起来有点像，这是从深层认识能与所后的洞见。你绝对不可能马上做到，这里不是心灵鸡汤的成长频道，不会给你这种承诺。你需要开始修炼并深刻的醒悟后，才可能慢慢做到。让我们来看观音法门的经文。世尊，意念我悉无数恒河沙劫，于时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观世音菩萨说，他以前在这个大世界流转，经过了无数的时间，遇到了一位叫做观世音的佛陀。佛家的佛和菩萨有个传统，只要你是用某个法门方法而悟道，在修行最后有所成就的人，就可以继承这个称号。像观世音菩萨是用观世音佛教他的方法，最后有所成就，所以他就可以也称为观世音。你可能会问，那世界上不就不止一个菩萨叫观世音了吗？当然是，这是化身的议题。当一滴小水滴变成大海之后，就和另一滴小水滴变成大海本质是一样的，但因着这小水滴的生命历程和其他回归大海小水滴的生命历程有所不同，所以如果他们想要的话，是可以保留这个历程所形成的愿力和个性，同时拥有与大海合一的状态与个体性特性，去影响他们所想影响的其他未回归海洋的小水滴。这个影响甚是奇妙，不只可以借着人们认为的外在环境，也就是所谓物质世界来影响人们，也可以直接由内在的意识来和你做沟通和影响。这是因为每个水的本质本来就是相同的，所以彼此是相连的。但你拥有绝对的自由去选择接受或是拒绝这样的影响，那其实更像是一个邀请。你可以同意参加赴会，也可以拒绝出席，这也是这场大游戏中的一个设定。虽然不是全部，但在你这个层次的意识中，你其实还是拥有一些程度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与能力。高阶存有的愿力可以透过万物的连结而化身到人们的深层意识中，进而渐渐影响人们的潜意识和表意识。如果你想要接收或连结这些高阶存有的各种资讯或感应，你就需要放松，并且保持单纯又纯粹的心与慈悲的愿力，就可以听到、看到、感觉到各种暗示与感应。但若你的心思不够单纯并充满着贪嗔痴和各种欲望，那么你是很难感应到高阶存有的。相反的，如果人们充满各种欲望又想要做通灵的各种尝试，你很可能会被比较低阶的存有或称为鬼，有人也称之为神明附体或影响。这两者天差地别，但往往人们容易搞混，只因为被欲望所蒙蔽变得无知。以后阿武有机会再来教大家怎么区分吧。
好了，把话说回来，这些听起来很神奇很科幻，这是阿吴要说明为什么教观世音菩萨的老师也叫观世音的原因。顺便也一起说明了观音法门中经文最后一段的意思。一者上何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何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悟道后修行最后成道了，小水滴回归海洋，就是上何十方诸佛本妙觉心，又与其他还未回归大海的小水滴可做连结，就是下何十方一切六道众生。这样这段就说明完给大家听喽，大家都明白了吗？佛菩萨的化身和人们深层意识的连结，大家知道一点基本的原理就好。人们的意识有好几个层次，每个层次又是不同的世界和彼此牵连，层层相叠，无穷无尽，以后有机会再讲给大家听。让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我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这里开始点出了一个修行的前提，就是所谓的发菩提心。其实阿吴在前几集都有讲过菩提心了，菩提心就是一种愿力。这种愿力首先不是你要许一个什么伟大的愿望去帮助其他人，那还是次要的。首先是指你成道成佛的意愿，你有没有非常犟的决心想那么做？这也是在第2集中我们谈到修行是什么和你为了什么来修行的原因。为了吸引财富，吸引爱情，为了开第3眼来修行吗？那就不是菩提心了，那是葡萄心了，如葡萄般大小的心愿。这么小的心愿就不用大费周章来修行了，去上课程和看看书，吸收多一些资讯就可以做到了。想得到以上这些的观众，你可能转错频道了，可能是有什么误会。我想你应该选择投资理财的课程和人际沟通的课程，也有很多号称教你开第3眼的频道，那里会比较适合你哟。菩提心是你怀着巨大的意愿，抱着此生不悟道，白来走一遭的强烈决心，抱着不自由无宁死的勇气，抱着必死的决心前来，这才是菩提心。这样才有办法有所成就。你以为修行是社团社交活动吗？每个礼拜来聊聊天，聚会寻个心理心灵寄托。真修行可是生命最精彩的伟大旅程。前方浓雾弥漫，鬼魅野兽潜藏在四面八方，后方则是悬崖与峭壁。这是一个孤独的旅程，却是每个生命迟早都要踏上的伟大壮丽冒险。阿吴不是在吓你，我是在说真实状况。但也别怕，别灰心，只要你够有勇气驶向这伟大的航道，路途就会遇到像琥珀神秘学院的出现和像阿吴这样莫名其妙的人出现，帮你一下哟。观世音菩萨说，我向佛发了菩提心后，佛开始教我从闻思修来修炼，最后入得了正定。所以闻思修这3者同等的重要。这里的闻不是指观音法门闻性的闻，而是指多闻的闻，就是只要多看看多听听，多看多研究一点经典，多看看现在许多的灵性书籍，当中还是有一些宝可以捡可以学习。多闻后还要自己用头脑开始思辨，不要一股脑的就相信就信奉起来，要怀疑，要起疑心。像看到有一个叫阿吴的人在这里讲修行的事情，就要有所怀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在瞎扯。怀疑后要自己亲自去实践看看，也就是修的部分。虽然阿吴上课那么诚恳，那样真实，但你还是要亲自走一趟，用你的身心去证明佛法是对的，去证明阿吴说的没有错，这样才有实证的精神，要把自己的身心拿来当做实验。闻思修这3者同样重要。有的人只会看很多书和思考很多人生哲学，
但没有亲自花时间好好修行，那最后只会沦为耍嘴皮子，满口仁义道德，私下却是另一副德性。这在各宗教的人们总是屡见不鲜，变得非常的伪善，其原因总是以为头脑懂了就是全部了，不知道方法去实践，不知道怎么融合在自己生活中。所以阿吴才一直强调，头脑懂了不是懂，只是一切的开始，这是多数修行者会犯的错误。另外一类人则是不多看也不多想，而是一股脑的埋头苦练。这类人大多成为了苦修者、苦行僧，他们严守克己，过午不食，三跪九叩，却迟迟无法有所成就。他们忘了佛陀的故事早就展示给我们看过，苦修不是道，没头没脑的修悟道的机会很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吧，许多菩萨都留下了路标。要懂得利用，也要懂得利用自己的头脑思想去思辨，毕竟大脑是一个很棒的东西，我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观世音菩萨想表达的是，闻思修这三者是修行的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哦。这堂课的最后，阿吴又要给大家回家作业喽，请大家回去检视一下你修行的闻、思、修这三者有没有确实落实呢？基本上多闻后，同时就会开始多思考。那么我就要问你，在1个月内你看了多少书籍了呢？这些书又有多少是有关修行或经典呢？虽然说多看视频影片也可以算是多闻的一种，但看文字和影音还是有差别的。文字可以让你有多一点的时间停下来思辨、思考，内化的程度也高出看视频许多。阿吴就问你，看《琥珀神秘学院》这个视频，你有按下暂停键过，想一想，再继续播放的吗？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阿吴讲的那么辛苦，那么用心，看这个影片时你还是稀里哗啦、糊里糊涂的就带过了。看过就好像自己都知道了一样，这就是文字和影音的差别了。所以修行人还是要多看看书，才会多闻多思哦。当然，如果你能多看几次琥珀的阿吴所用心制作的视频，并做笔记思考也还行啦，那样勉强给过。下课喽，下次见，拜拜。